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冰。五大訴求終於嚟到最終章，真相普選，即係普選立法會同埋普選行政長官。當中普選立法會，即係廢除功能組別；普選行政長官，即係唔要而家1200人嘅特首選委嘅小圈子，亦都唔係要先篩選之後先俾你揀嘅831人大方案。喺呢一度咧，應該唔使同大家詳細解釋。而普選立法會係咪應該70席全直選？應該好似而家咁分5區，定係分18區嚟選？特首提名方式應該用公民提名，定係議會提名，定係參考類似英國嘅內閣制？我哋之後會再拍影片同大家詳細討論同埋分析。大家如果有睇5大訴求之前4條片，都知道冇真相普選都冇可能達到其餘4大訴求。點解台灣可以選個親美嘅總統就可以防止中共入侵，但係香港呢就選邊個都死？點解台灣嘅警察唔會好似香港嘅咁瘋狂？點解當年台灣嘅法院會判太陽花學運相關嘅人士無罪，但係香港呢就以空襲警都告得入？因為以上嘅問題通通都喺個制度，好聽啲講就係行政獨大，直接啲講就係獨裁，亦都係今次抗爭嘅 root cause。今次抗爭發生喺中美貿易戰之間，喺反共抗共嚟講已經算係抽到上籤，直頭可以話係搭順風車一樣。美國嘅香港人權民主法亦都寫到明2020普選立法會，然後就係普選特首。當中詳細嘅利害關係，美國點解會幫香港等等嘅問題呢？有睇開我哋嘅觀眾，亦都應該會一清二楚。我哋香港人今次如果能夠好好把握，將香港民主化嘅議程帶入中英談判之中，真相普選其實已經成功在望。但係大家又有冇諗過，其實香港人白白浪費咗好多次真相普選嘅機會，其中亦唔需要好似今次嘅抗爭咁犧牲咁多人嘅生命。今次呢條影片，我會同大家回顧一下香港人係點樣同3次獲得真相普選嘅機會擦肩而過。香港革新會喺1982年做咗一個民調報告，民調總共訪問咗992位20歲以上嘅香港市民。負責民調嘅香港革新會喺1983年嘅市政局入邊有15個議席，立場亦都得到北京當局嘅接受，係匯點嘅前身。大家先記住匯點呢2個字，佢係一個政黨，之後會再提到佢。民調結果嘅重點當然係超過80%嘅香港市民支持繼續由英國管治，但係仔細了解可以分幾個層次。一，非常希望繼續維持現狀嘅有70%人。可想而知，香港人當年嘅立場係十分之堅定。託管地意思即係香港受英國或聯合國託管監督下自治以至獨立，都有15% 嘅人堅定支持，同埋有33% 嘅人傾向支持。支持呢一個選項嘅人，主要都係高收入家庭並有較高學歷嘅受訪者。有16% 嘅人傾向表示唔知道，有9% 嘅人係堅定表示自己唔知道。而堅定不移支持回歸中國嘅只有4%，傾向支持回歸中國嘅咧，亦都只有6%。出嚟啦，藍絲！呢個亦都反映到當年嘅香港人係非常之抗拒中國。歸納呢一個民調嘅結果，清楚反映咗30年前嘅香港市民根本唔想回歸祖國。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回歸10隻字，有8隻字係呃人，係得返回歸2個字係真嘅各位。雖然意識上唔知可以點做，但係就唔想同大陸同埋共產黨沾上任何關係。其實同而家好似，真係唔知算唔算可悲，30年嚟都一樣。以下論點引用林鴻達先生嘅文章，呢個民調引出咗3個疑點。一，點解香港革新會喺呢個民調喺當年並唔盛行，甚至好多人唔知道原來當時嘅民意係咁抗拒。第二，點解呢一個民調結果冇辦法扭轉英國要同中共談判交出香港主權。三，點解普遍香港人都唔想中共管治香港，但係偏偏支持民主回歸就成為當年所謂嘅主流民意？與其話英國國力衰弱，美國喺背後指使，於是唯有向中共妥協，不如講成呢一個民意冇被煲大。要煲大呢一個民意，重點就落喺當年嘅社會領袖身上。傳媒唔點報導都總有其他方法，但係點解佢哋就冇咁樣做呢？另一方面，坊間的而且確存在唔知點算嘅情況，而社會領袖亦都冇將呢個民調採取合理嘅處理，於是民意就被淹沒當中。香港人亦都只能夠隨波逐流，移民嘅移民，移民唔到嘅呢，就好似喺香港等死咁。事有湊巧，支持民主回歸喺呢個時候，係社會領袖、學者群體當中高唱入雲。點解連簡單一個民調都冇被搬到台前呢？
呢一個民調冇被公告，皆因違背咗民主回歸嘅呢個主觀願望。當年《星島日報》亦都做咗一個民調，主要對象包括中小企老闆，訪問咗接近900個人。呢個問卷調查，76% 希望維持現狀，必須保持現有嘅施政體制。另外60%人希望可以英國續租新界30年，之後先將香港嘅主權歸回俾中國。治理委員會可以理解成上面嘅託管地，即係英國或者聯合國託管過渡自治之獨立，有20% 嘅人支持，同香港夾心會嘅民調尚算吻合，即係話當年至少有2個民調反映咗絕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唔想俾共產黨管。而家好清楚，當年嘅民意根本就係俾人扭曲，先至搞到民主回歸變咗做主流。而回歸對邊個最大嘅好處？當然就係共產黨啦。如果可以從頭嚟過，香港人嘅民意正正當當咁話俾當時嘅英國政府聽，結果又會唔會好唔同呢？呢一次係香港第一次失去自治嘅機會。有人可能會問，咁當時嘅社運領袖係邊個呢？咁就要同大家介紹下香港係點樣失去第2次獲得自治嘅機會啦。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最新一批1989年去到1990年嘅國會同埋首相府檔案，最矚目嘅係1989年6·4事件前後，英國外交電報首次曝光。北京戒嚴之後，英國已經收到消息指鄧小平已經做好流血鎮壓嘅準備。物件又揭露，6·4鎮壓之後，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1989年6月21號，美國國會議員夏米納手寫信件俾時任嘅首相戴卓爾夫人，引述當時消息指，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希望夏米納7月訪問中國，商討英國以非官方渠道向中方提供優惠貸款同埋持續投資，更表明願意喺草擬基本法上面提供更大彈性作為交換條件。中英談判期間，香港人已經唔能夠參與其中。當時嘅社運領袖亦都冇好好咁將香港人嘅民意話俾英國政府聽，而當時嘅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已經幾乎唔能夠帶香港人嘅聲音入去，叫做能夠代表香港人嘅就係當時嘅社運領袖兼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嘅李柱銘同埋司徒華。咁中共又有冇因為6·4事件而喺基本法上面作出任何嘅讓步呢？6·4屠城之後，港人悲憤不已，民間群情洶湧，有消息指曾計劃以擠提中資銀行作為抗爭手段。支聯會發出罷工、罷市、罷課告全港同胞書，係醖釀緊一場前所未有嘅抗爭行動——三罷。6月7號凌晨突然間發生旺角騷動事件，支聯會剎停6月7號嘅大遊行同埋三罷。無線電視以一度有7000人同防暴警察對峙，其他報章呢就大約以逾1000人嚟形容。另外，媒體較統一描述嘅罪行有燒車、燒垃圾桶、向警員掟石、叫閘、破壞中資公司招牌等等。據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6月7號凌晨，司徒華收到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嘅電話。鄧蓮如話：6月5號嗰日，有60-70個精壯嘅男人喺深圳持槍靜靜嚟香港，報稱探親，形跡可疑。鄧蓮如同司徒華講，警方連日追蹤，發現佢哋喺騷動嘅人群當中。警方託佢建議司徒華取消集會同埋遊行，並安排早上喺香港電台錄音，宣布暫停大遊行。而喺呢次旺角騷亂當中，總共拘捕咗15人，而呢15個人最後都係冇被起訴、冇上庭，之後亦都冇報導。一場改變香港命運嘅騷動，留低咗好多疑點。70幾個精壯嘅男子有可能引起7000人嘅騷動。第二，如果佢哋係中共特工混入群眾，又點解會破壞中資銀行呢？3. 點解支聯會會因為騷動而剎停三罷呢？當中引述碧街事變劇場創作者、藝術家李俊峰嘅説話，佢並唔係想批判支聯會同埋司徒華，而係因為騷動事件十分複雜，應該深入分析同埋解構。資料好多就睇你點傳譯，啲嘢好似揾唔到答案咁。但係睇到一個情況，就係香港有好多方面都想抑壓香港嘅政治主體嘅建立。如果睇唔清局面，淨係識得嗌，其實係冇用。如果當時香港人喺6·4之後繼續三罷，迫使英國拒絕將香港嘅主權交俾一個會用坦克車將年輕嘅生命無情踐踏嘅政權，甚至至少都喺中國因為被西方國家制裁有求於英國嘅時候，幫香港達至真普選，做到中港區隔，我哋嘅命運又會唔會有改變呢？呢一次係我哋錯過第2次真雙普選嘅機會。喺1993年，當時嘅劉慧卿提出喺1995年嘅立法局選舉實施全面直選嘅方案，即係我哋而家講嘅普選立法會，得到當時嘅港同盟同埋民協支持。但係就因為當時嘅會點4名立法局議員投棄權票，最終議案以20比21
一票之差被否決。估唔到喺1993年就有關鍵棄權啊！呢4名立法局議員就係後尾加入民主黨嘅李華明、狄志遠、黃偉賢，同埋後尾冇加入民主黨嘅前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當然，當時北京政府宣布直通車，即係原來中英政府協定最後一屆立法局會自動渡過成為第一屆特區立法會，唔再有效，並決定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劉慧卿呢個議案看似無足輕重，呢個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詳細講解。但係其實簡單啲睇，如果連有機會普選立法會都唔要，我真係好想知當時會點呢4名立法局議員係諗緊啲咩？大家記得呢條片開頭同大家提過嗰個好少人知嘅民調，係一個叫香港革新會嘅政黨做，而呢個香港革新會就係匯點嘅前身。匯點後嚟就同港同盟合組，成為而家嘅民主黨。1982年喺冇人知道有超過80%市民都唔想俾共產黨管治嘅情況下，劉英情緒俾民主回歸騎劫咗，帶走咗風向。香港革新會責無旁貸。1989年本身可以以100萬人上街反共，再配合大三罷之勢，令到當時被西方國家制裁、上英國放水俾佢嘅中國，可以喺基本法上面讓步，作出交換條件。但係最終支聯會創會主席、民主黨創黨成員司徒華，因為70-80個會衝擊中資銀行嘅中共特工而殺停三罷。93年，因為民主黨前身匯點嘅4名立法局議員投棄權票，以1票之差未能普選立法會。總括而言，民主回歸論係香港喺中共滲透之下，自治權淪喪嘅罪魁禍首，亦都不為過，搞成香港今日咁嘅田地。當年有份出賣香港同港人嘅社會領袖同議員罄竹難書，而當年高叫支持民主回歸嘅人，記憶中就係今日一班民主黨嘅元老同埋支聯會嘅核心成員。至於佢哋係共諜定係真心交呢？就大家自己判斷啦。影片嚟到最後，簡單做個總結。其實上面3次機會最接近香港民主化嘅呢，就係89年嗰次。中國誓約面對西方國家制裁，又有求於英國，願意喺基本法讓步嚟換取短期利益續命，同今日嘅國際情況好似，而且今次嘅機會更加大。中國國勢更弱，面對近乎全球發達國家嘅制裁，天下圍攻，又有求於美國，想喺貿易戰中得到喘息嘅機會。香港人能唔能夠把握呢一次可以話係千載難逢、9星連珠嘅機會，將真相普選嘅意願完整咁傳遞俾美國，帶入中美談判之中，唔再俾有心人騎劫，帶走風向，堅定爭取5大訴求，廢除功能組別，2020年普選立法會呢？19世紀日耳曼哲學家黑格爾講過，歷史俾我哋唯一嘅教訓，就係我哋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嘅教訓。如果唔想錯失最後機會，就睇大家比起1989年嘅香港人聰明同埋堅定幾多啦。今次條影片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記得撳埋隔離個鈴鈴。我哋逢星期5晚9點鐘都會有直播，分享下而家香港嘅時事同埋局勢。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做乜鳩啊你？